这是在真打真杀呀！本国公爷就是要真打真杀。好，战！好啊，连你这蛮不小丫头也要造反了，看我怎么剥你的皮，砍你的头！老家伙，你也要造反吗？爹，小心点啊！老家伙，爹，老家伙，你放开我！爹，你快放开他，要不你真把他给逼疯了。疯！我要他头脑清醒。你要他头脑清醒，不能这样做。可他现在糊涂啊！雷大壮在曲靖圣境关前被那个狠毒的孙敏宗砍了头啊！这个心浮气躁、不懂事理的国公爷，今天我就让你明白明白人间的是非冷暖。来人呐，走，拉到冲房里去干活去。是，走。老家伙，我跟你拼了！还愣着干什么？抬到厨房里去！是。爹，玉娘，你来太好了，快，给我把脚镣打开，快，还有这个，快点儿，打呀！你拿这个干什么？嘿，你，拉起来，崇明，快！是。起来，人。给我出！出民！快点！冲！
有好好的冲！瓦卡寨主的女儿，哪来那么多眼泪啊？啊？是不是我让你下此狠手，让你觉得委屈？我既然承诺要保护穆国公，我就要让他刚强勇敢，明事理，不昏庸，不强加给他皮肉之苦、劳作之苦，就不能让他醒悟他从前的所作所为。我这么做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我要让他明白人世间的苦难和是非。上！哥！上！哥！上！哥！就！李将军！李将军！李将军！启禀李将军，穆国公有消息了吗？派出去的探子打听得十分清楚，穆国公已被藤岳木谷寨的卢黑惹、玉娘救到藤岳木谷寨去了。啊，太好了！禀告孙将军了吗？孙将军还在曲靖府休整呢。哎呀，要赶快禀报孙将军，把他接到国公府，共商抗清大计。只怕穆国公回不了国公府了。为什么？末将听说，孙将军已派周将军先去昆明清扫国公府，孙将军要把行辕设在五华山国公府呢。末将还听说，孙将军要把各路藩王押往云南昆明，像在界关处置雷大壮那样砍头示众。他们为何要这样处置雷大壮呢？各路藩王被砍头示众更是大错。孙将军说，国公爷穆先坡还是个娃娃，不知道该怎样对付这些边关，所以说这些边关才敢于……好了，你即派一心腹前往木谷寨，把穆先坡接到楼平州来。是。穆公子，喝点水吧。玉娘，看看他吧，再这样下去，
他会累死的。大哥，你看，这长江对面的何令嘉真是够狡猾的，任凭我们怎么叫骂，他就是把大军驻扎在江面上，不出来应战。赛荣啊，我们得好好学习这个何令嘉，学他，用兵之道。最重要的就是不可轻举妄动。依我看来，这个何令嘉有依托长江作为立足之地，进退自如，只怕是大清的心腹之患呢。王爷，王爷，王爷，武昌密报。赛荣杨明听令，末将在。炮队仍驻守汉口，以防明军过江滋扰。其余人马立即准备出发，日夜兼程，火速赶往衡州。赶往衡州？难道不跟何令嘉对阵了？何令嘉正押送大批军饷前往衡州，我军务必在衡州附近衡山设下埋伏，将黄金白银全数夺下。这是何令嘉的押饷人马从武昌出发，经越州、长沙到达衡州的必经之地。王爷要我军兼程赶到这衡山设伏结饷，奇先一招啊！除非这何令嘉身长双翼，不然只有葬身这一线天了。那真是天助我也啊！那何令嘉还有水路可以走啊？对，经由洞庭湖口进入湘水。这何令嘉未必会如此行事吧？讲，休说这押运军饷的数万人马，该走水路需要几百艘船，短时间内难以凑齐。就是这数百万两的黄金白银，少说也要十分坚固的大舰几十艘，这些都非短时间可以罗织出来。更何况何令嘉接到朱由榔急报以后，他绝不敢有所延误，他必定会日夜兼程赶到这一线天的。可是不要忘了，何令嘉是擅长水战的猛将，而且扶镇武昌多年，只怕他早已经安排船只在洞庭湖了。我们不输水性，又无战船，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这数百万两黄金白银顺着湘水流往肇庆。王爷把我军埋伏于此，必然早有安排。
他是想置何令嘉于死地啊！三柔，依杨明所说，你看我会作何安排啊？杨明，你能看出是什么吗？依王爷所想，是诱惑敌人的“诱”字。好眼力！王爷的意思是，想逼着何令嘉完全放弃水路，改走这一线天。正是此意，并且我还要借重于你。不敢。杨明谨遵王命。何令嘉压饷人马已到长沙，你立即带一队亲随，先到杭州，再到长沙。来。谁干的？大人饶命啊！压饷军令可知？知道。讲，敌若有闪失，定斩不饶。知道就好。拖出去斩了！哎，走，走！大人，饶命啊！大人，走！大人，大人，走！走！快！大人，请验刀。此去一路险恶，不得再有任何闪失，不然的话定斩不饶。是。开马！呀！哟！哟！启禀王爷，何令嘉所押军饷至池卫时，便要经过一线天。杨将军和你等查实否？王爷放心，今早何令嘉从长沙出发时，因闪落银箱，还斩了一个押饷的小兵。我看里面全是金锭。三荣，有。传令下去，各队依计埋伏，一旦再饷人马进入一线天，以炮声为号，合围截响。是。大人，前面就是一线天。何大人可放心领队前往，此处绝无埋伏。吴三桂诡计多端，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副将听令，末将在。主营人马随我先过一线天，若有埋伏，押饷人马立即撤回长沙待命。何大人，还是小将前去探路，何大人在后押队。不行，试探吴三桂还得我亲自来，不要多说了。传令吧。是。卑职愿随何大人一同前往探查。多你一双眼睛对我有用，随我前行。走！杨将军呢？杨将军委同何令嘉一过一线天。
何令家已过一线天。杨将军还说，通知王爷不要惊动何令家，何时动手呢？他挥动黄旗为号。明白了，走，走。看来确无埋伏。壮士，传令下去，让压降人马速速通过一线天。是。这。大队人马前往衡州，出发，快！住！众将官听令，何大人下令，让全军速速通过一线天，出发！快跟上！大哥，他们过来了。反炮，快，反炮！王爷，你看，打开。
哎，怎么搞的？何令家，就是何令家呀！摄政王，20万两黄金，240万两白银，一旦运到肇庆，那贵王君臣就会凭此东山再起。吴三桂是何等精明，岂有被何令家骗过的道理？依臣愚见，吴三桂是身在大清心在明，对此等艰险之辈，应早日剪除才是。肇庆眼下已是我朝心腹大患，微臣以为，除尼堪贝勒外，更当选派宗室皇亲，如阿基格、多多亲王等，率大军南征，对孔有德等大明旧臣，不可再行重用。鳌拜，我看你枉为议政大臣，目光如此短浅。若无洪承畴祖大寿、孔有德这样的明朝旧臣参与，我大清焉能直逼山海关？若无吴三桂开关归顺，我大清焉能兵不血刃、长驱直入，定鼎北京吗？摄政王圣明，微臣所虑不周。罢了。你问过奏报信使没有？何令家锁押饷银已经停在衡州的香水码头，他吴三桂有没有办法再把他劫回来？回摄政王，吴三桂的请罪书中已然奏明，军饷一到衡州地界，朱由榔属下的兵将数量大大超过我军，何令家又精于水战，我军若在水陆阻击，胜算极微呀。如此说来，他就全然无法了吗？照请罪书中的语气，是全然无法了。这朱由榔凭空得了数百万两军饷，可以用来招兵买马、收买人心，而我朝心力败废殆局，库府空虚。我们又要东征唐王朱玉建，西伐张献忠，只怕这一局失误，全盘皆输啊！摄政王明察，要说筹集粮饷，我们既已入关，倒也不难。中原山河比我故土真可谓是辽阔无边。这2年来，我朝所颁的圈地令，范围太小了。哦，那你以为还可以大范围圈地头冲？是。鳌拜，奴才在。本王问你，你应圈之地在何处啊？微臣隶属摄政王的先皇旗下，圈地应该在大城新安、河间、任丘、荣城、肃宁等县。本王问的是，你遗旨应在何处圈地，应圈多少啊？哦，你跪下来干什么？来，起来，慢慢的说啊。回摄政王，按朝廷圈地令，鳌拜应该在镶黄旗应圈的任丘县圈领原地200亩，大田地150亩。哦，你倒还十分清楚你应圈之数啊！但是你为什么敢把玉带河两岸3000多亩原地和大田都圈入你手？你眼中还有王法吗？摄政王，住口！本王再来问你，你辖地中头冲子民，真的都是投降的将士和他们的亲属吗？摄政王，微臣有下情回奏。户部早有回奏，自己看看。户部回奏说，
你的管家带着亲兵，把强行群中那些百姓都划到了你的旗下。你把玉带河两岸的百户家大清子民，统统变成你鳌拜领地的奴隶。你心里还有皇上吗？还有我大清朝廷吗？微臣请求摄政王饶命。我今日饶了你们这批人的命，何人又饶我大清的命啊？鳌拜，你们都看见了，这里百姓表面上看来归顺依附，可那骨子里倔强得很呐。要他们做到表里如一的归顺大清，不是那么简单的。为了改变他们头上的发饰，仅去年1年，我朝就下了6次诏令，但是成效甚微。我大清已经监督北京，我们的发饰就应该一统天下的发饰。可是，一提剃发，连6部大臣都上书说不合礼乐制度。他们不肯放弃违背那套礼乐制度，虽然知道今天不遵本朝剃发令，就是不遵本朝制度。摄政王，微臣也曾多次上书，奏请昭告天下，凡留发者，不留头。留发者不留头。好啊！来！如果为了大清朝的一统天下，就是把河间府的万顷良田赐给你鳌拜，我也不会吝啬。来，坐啊！哎，鳌拜啊，去年至今，我们还不能大开杀戒，不仅不能大开杀戒，而且一个也不能杀。所圈之地都不能超出直隶的500里以外呀。你鳌拜更不应该多圈地呀。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虽然占有了北京、河北的大好地方，可东南和西南，还有张献忠，还有福王朱由崧、唐王朱玉建，还有贵王朱由榔，他们不仅占有东南大片地方，而且还势力不小。现在我们凡事就不可想当然行事，只图个人的一时痛快，而不顾江山社稷的安危，这可是万万不能做的呀！鳌拜啊，一句“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顺口溜，就把西安一直到北京的城门全给敞开了，逼得朱由检在煤山上上了吊。你想想，如果出现类似的口号和顺口溜，比如为了头发就杀人，不抗大清活不成，或者圈地头冲绝人命，赶走清兵求生存，你想想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呀？摄政王远见呐！李自成为何在北京住了42天就垮了呢？我大清可是要在北京，在包括中原在内的中国土地上建立万古不朽的基业，现在是扎根打基础的时候。你们不能光顾着眼皮底下的那点东西，不抬起头，把眼光放远，把视野打开。我们可不能步李自成的后尘呐！微臣是急躁了些，只要平定了东南西南，把张献忠、朱由崧、朱玉建和朱由榔这些势力扫除干净，到那个时候，如果还有人不听劝告，不剃头发，那么你就开杀戒。本王不阻拦，不过话又说回来，为政者要尽量少杀人，不到万不得已不杀人。摄政王，鳌拜啊，你刚才说的对呀。这大明江山多辽阔呀！一旦归了我大清，我大清这8旗子弟嘛，
才8个旗，有多少人啊？本王发愁啊，这大明的山河8旗照顾得过来吗？啊！我要你明白，站在大清的立场上来看待江山社稷。微臣明白了。鳌拜啊，我要借你这个东西，开导满朝文武，让他们也明白这个道理。微臣求摄政王饶命。哎呀，本王是要摘去你的顶戴花翎，委你为圈地头冲巡查钦差，严惩那些擅自扩大圈地、迫良民为奴的官兵。微臣领王诏。速去向范学士传诏，拟800里快船圣谕一道，即刻送到吴三桂行辕。何令家素以狡诈著称，平西王务须自责，唯担心朱由榔凭此巨响做依托，对我朝廷酿成心腹大患。速移师广州，对朱由榔严加防范。微臣领王诏。去吧。来人，奴才在。告诉传使太监，本王要进宫拜见圣母皇太后。马大人，请过目。啊哈哈！哦，哦，哦，哎呀！哦，有了这100万银两的家当，这监国皇帝的宝座，非咱贵王殿下莫属了。哎呀，何大人呐，你这次呀是立下了天大的功劳啊！只要本大人给你笔下生花，何大人这次封王封侯的盼头就都有了。马大人过奖了。过奖？非也非也，就是怎么奖励何大人都不为过，只要本大人给你笔下生花。这是史可法大人和举国抗清复明的仁人志士们用头颅换来的匡复大明的军饷。何令家受制于奸逆，对史大人见死不救，罪该万死。笑话笑话！你我给大明立下了天大的功劳，怎么能是罪该万死呢？只要本大人给你笔下生花。禀大人，燕国所有船只有1半以上要尽快维修，方能起航。带我查看。是。军务在身，不便久留，大人见谅。哎哎！这何令家，你都做了两省总督了，连钦差大臣都不会接待。我说你这两省总督啊，是怎么当上的？笑话！都督，何令家他把那点孝敬送到房中了吗？禀都督，姓何的不懂事。怎么？
那点孝敬送的少。哼，退回去。那还好一点。那总不至一点都没送吧？岂止啊，还口吐狂言，他对大人您还有小的都不敬呢。他敢这样？我敢和您老人家说谎吗？他说这数百万的金银是他带史可法大人上交给贵王殿下的，此刻时局危急，他要你老人家，他要我怎么样？他要你老人家不要忘记不救扬州的大罪，铭记国法难容。他还说，行了，别说了。哼，怪不得呢，我给他几次暗示，我笔下生花，他跟我东拉西扯，指东画西。哼，交接数百万金银的差事，本钦差总不能空着手回朝吧？啊，对，简直是乱了朝廷官场的规矩了。是，去，请宗主爷到我房中说话。是。哼，你还让我别忘了身上的大罪，我要让你大功变大罪。哼，行，还想喝劳军酒，喝马尿去吧。我不但不让你喝不着劳军酒，我让你尝尝我笔下生花的厉害。林将军，你好大的胆子！作为殿下的护驾大将军，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殿下？林兴实，眼下不是殿下的护驾将军。不是，那你是何人？眼下，我是多尔衮，是尼堪、吴三桂、孔有德。哦，我明白了。你不明白？我不明白。我当然明白，你现在仍然是殿下的战将，但是刀剑无情。可我指向王爷咽喉的剑尖儿，并未顺势向前推进呢。所以嘛，你还是护驾大将军林兴实，刀剑有眼，手下留情了。王爷，兴实剑指王爷咽喉，罪该万死。哎，请起。小王明白你的一片苦心。王爷，你可要好好记住啊！叛臣和清兵是绝不会手下留情的。而且王爷你身居深宫，安享太平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你是要率领北征大军，去战场上出生入死、刀兵相见的大明藩王。请您恕我直言，王爷，你怎知道两军交战的险恶？在战场上，是性命的拼搏，容不得半点的疏忽。小王明白，小王明白了。林将军，小普子刚才错怪你了。哦，林将军，出招吧。殿下，喝口热茶再练吧。这一大上午了，你还没喝半滴水呢。嘿，嘿，哎呀，好快的剑呐！小仆子，你这是干什么？殿下，奴婢现在不是小仆子。说得好啊，殿下。我贵王宫中，无论太监、宫女，若能都像夏都人这样，时时持有警惕之心，那就太好了。那还不够太好啊！殿下，如果小仆子也能像林将军那样身手矫健，会用兵器，那殿下也不会落入孙敏宗那家伙的手中，更不会遭受这么多的磨难。眼下殿下就要统帅北伐大军，抗清复明。小仆子希望林将军在百忙之中能教会良仆骑马射箭。小仆子，王爷，小仆子说的太对了。好啊，小仆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和小王一起练功吧。啊，真的？嗯。
奴婢简直是太高兴了，奴婢谢殿下恩宠。哎，快起来。万先生，万先生，哦，于老哥，哎，王先生，各位乡亲，你们知道吗？咱史可法史大人在扬州城被攻破之前，用3000人马运出了几百万两的金银军饷啊，全部送到了御厨总督何令家何大人的手里。这何大人啊，硬是在吴三桂的眼皮底下，通过衡山一线天，运到了衡州城。桂王爷有了这批金银军饷，便可招募天下义勇，打出关外，恢复大明的天下。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对，万先生，目前啊，东南各州县到处都贴满了桂王的布告，号召百姓踊跃投军，抗击清军。我这会儿来啊，就是要告诉大家，扔掉那些破渔网，掀掉那些破渔棚，我们投军去。对，投军去，投军去，这个真是有则国焉呐。对呀。哎，万先生，你刚才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一个好人虽然死了，他的品德和精神仍可造福国家呀。哦，您说的是史可法史大人吧？嗯，那咱们赶紧走吧。有了数百万军饷，自然是有了机会，但是有了机会，并不等于说非得着急巴巴的去投军抗击清军呢。那你什么意思啊？我是说呀，于老哥，你还得和你的这些难兄难弟们留在珠江岸畔，餐风饮露，顶风斗浪啊！为什么呢？若我的估计不差的话，吴三桂兵败之后，定会进军广州，作为清廷南征的先锋。你们还必须留在珠江岸畔，留意吴三桂的动静，随时向肇庆王府的都师衙门汇报，以利我军判断敌情，谋划策略。哦，我明白了。按先生刚才说的，吴三桂确实要进军广州的话，我们大家还真得留下来，作用会更大。正是如此啊！哎，万先生，我们在这儿倒是打打鱼呀，听听情报什么的。你可是文武双全的大人物啊！不要等到周文王来请你这姜太公喽，你还是赶紧回肇庆去吧。哎，联络暗号知道吗？知道了。半截白竹筒。好，后会有期。后会有期，万先生。哎，啊，回去吧。啊。再见。回去吧。再见。再见了，王先生，后会有期。再见了。再见。看来再过2日便可起航了。明日放晴，尤其最远到明天就不怕水泡了。吴三桂的人马有何动静？乃龟缩衡山，未见动静。清廷深知这批饷银运到肇庆行宫的后果，绝不会善罢甘休。下令各营将官
一定要小心，务必把这批饷银安全送到肇庆。是，总督大人。只是什么？但说无妨。那位王公公不停差手下答应来行辕追讨钦差孝敬的礼金。这些不知亡国之恨、毫无廉耻的阉狗，我真恨不得把他们丢到湘江喂了乌龟。尤其是那个马吉祥。总督大人，末将还听说，马吉祥是二太妃马娘娘的姑表近亲。大明朝坏就坏在这帮有靠山做坏事的误国奸贼手上。总督大人，总督大人，王府有差中官，快去传召。差官现在何处？在行辕等候大人。看来是催促我军运送军饷的。听差官的话，让末将不解。何事？差官跟我们说，不让我们到王府去了。不再前往肇庆王府，又向何处去？可是与中官先后前来的，还有贵王殿下亲自派来的一位白衣差人。哦，何人？万夫子。万夫子。哼，好，请，快请。大哥，这兵部急令说了些什么？是严加斥责吗？并无一字斥责，只是要我军立即奉命行事，不得再有迟误。这第一，要我军近日会合广州的尼堪孔有德，再与征西大军会合，准备三军联手攻打肇庆。这征西大军已调到东南来了。哼，大西朝的张献忠果真落败而逃啊！那第二呢？如何设法劫夺何令家手中的军饷？以眼下的兵力，我们绝对不是何令家的对手。再说了，我们要抢夺何令家以性命把守的军饷，这可比登天还要难呐！是啊，朝廷虽无一字斥责我军劫饷之物，但我此番若不夺回军饷，恐怕日后朝廷对我就不只是斥责了。可何令家大军已进入衡州地界，我军实在是没有机会再去夺饷了。天时地利与我无异，可得想条退路啊！多尔衮不会给我退路，只有拼死一战。可是，我军已多次败给何令家了。大哥心里可有主张？杨明在，仍在禁卫营中挑选干练之人，潜入衡州城中，仔细打探何令家的动静。是。万先生，你迟来半刻，令家真要气炸了呀！夫子白衣效命，幸不辱使命啊！坐啊，万先生还不曾复职。哈哈哈，我在珠江边钓了许久的鱼啊！正是得知何大人带兵压饷去肇庆王府，我这时机已到，才赶回肇庆，也才奉命来追回太妃的诏书啊！委屈了万先生。啊，总督大人为大明复兴饷银出生入死，与吴三桂斗智斗勇，真是可敬可亲呐！哪里哪里。现在有了何大人到肇庆，与屈十四、张通长一道辅佐贵王殿下，大明朝扭转形势有望了。听说清廷又调西路大军尼堪，协同吴三桂、孔有德三部一同向肇庆集结，形势十分险恶。可贵王府政事还常遭太妃的干涉，令家忧心如焚啊！后宫干政、阉狗弄权、群小结党，这都是我大明的顽症啊！啊，可喜的是啊，屈先生得知何大人带兵去肇庆擒王，当即大幕义勇，已有数十万之众了。哦，太好了，有数十万人马登高一呼，何愁不得天下响应啊！啊，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只等大人军饷一到，置办车马兵器。大人3万训练有素之兵去胶西新军。大人有所不知，要不是太妃传诏耽误，我军早已准备开拔。先生既奉王命来改正前诏，明日大军五谷开拔。啊，
及时雨呀！请先生一道前往码头查看。好，请。轻点，别给我碰了。马都督，你干什么呢？那何令家看见我两眼血红，我再不离开衡州，保不准呢再把我给宰了。他敢？有本大人呢。得了吧，宗主爷。按照规矩分给你我的那点意思，人家分文未给，哪儿把你我放在眼里呀？哼，前些日子我是不想跟他动手，眼下再不动手不行了。煮熟的鸭子要飞。煮熟的鸭子要飞？这都下去。宗主爷，到底怎么回事？大太妃疯了。疯了？不会吧？我们离开他的时候好好的呢。好好的啊？好好的，他会下诏说，要何令家不要把那批军饷送到咱们肇庆王府。有这种事儿？官差刚在何令家的行辕宣的诏。大太妃疯了，她确实是疯了。别喊了。如果何令家按照大太妃的诏书，把那批军饷押到福建唐王宫，那咱们损失可就大了。哎，眼看这千年不遇的一趟肥差，却分文未得，我真是有点不甘心呢。岂止是不甘心，简直是心疼死了。咱们贵王如果有了这些军饷，何愁打不败清兵，坐不上大明天子的宝座？宗主爷，我是不能再出面了，您得出个主意啊！我这不就是找你商量来了吗？哎呀，这何令家恨得我是咬牙切齿啊！但是他和他手中的3万人马，对有个东西，他绝不会咬牙切齿。不但不会咬牙切齿，反而会高兴异常。什么东西啊？还在我们手中尚未赏赐的东西啊！王爷赐的那3000坛御酒。往酒里投毒？哎，那使不得。哎呦，是啊，那也太损了点儿。只要把压饷的官兵迷得不省人事就行了。行，可上哪儿弄那么多迷药去？你放心，以防万一，我已经让亲随们安排好了。只不过原先不是用来对付咱们自己人的。嘿，你可真有远见，佩服。哎呀，
只要迷倒了何令家和他的部属，然后让咱们带的人马把这批饷银运回肇庆，到时候给朝廷献上这批军饷的可不是史可法和何令家，而是我司礼监和你左军都督。哎，宗主爷，这一股脑的全都献出去了，留一成，那9成，还留着反清复明，辅佐咱们王爷做大明的天子啊！宗主爷，你这才留1成啊！行了，你就别争了。等王爷做了大明的天子，你这大国舅还愁没有金银财宝？好吧，你以王爷的名义赐酒，嘿，你到起义军中调兵遣将，就这么定了。寨主老弟，请。不敢不敢，国公爷请。什么国公爷呀？寨主老弟，来，干！国公爷请坐啊，请坐。寨主老弟，说实话，是你和雷大壮教我懂得了这人世间什么东西才是最珍贵的。我多么不想离开木谷寨啊！哎，对了，碧娘最近好吗？什么好不好的？阿卡姑娘就是那么过呗。国公爷，你没发觉这翠峰行宫有点古怪吗？什么？明天的大朝会一早就要举行，怎么就不见了南王上这翠峰府邸来呢？啊？李长生、王德旺，还有万夫子早就说过了，这孙敏宗啊，就是当今的曹操。曹操就是戏台上的大奸雄。对，你看他这是做臣子的模样，把自己的王府设在昆明我那国公府，却把皇上的行宫设在曲靖的翠峰山上。对外借口还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为了便于天子的出典北伐，骨子里呢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才不屑来向当今的皇上朝贺呢。哦，是这样啊。可是李将军还是担心孙敏宗会对皇上下毒手，所以呢才叫我先带上一队人马，又通知你们各寨来翠峰行宫护驾。哦，李将军真有点诸葛亮的风范，行事谨慎呐。这翠峰山和木谷寨，这风光都是那么美，真叫人间仙境啊！寨主老弟，我多么想再回到木谷寨，跟你舂米，为你打猎，那才叫真正的快乐啊！真的？我说过谎话吗？国公爷，你还记得阿卡人的车月车吗？哼，忘得了吗？
啊，你看，咱们走吧，走走走走走，啊，走了走了。玉娘，真想不到，在翠峰山上还能见到你啊！身上的鞭痕还在吗？我想还在吧。还痛吗？可是，我好喜欢这伤痕的痛啊！傻瓜，你不是和寨主老爹一起来的吗？怎么现在才出来啊？我爹，他不希望我一起来。为什么？他说，他希望你能忘了我，我也能忘了你。除非我死了，我死了，我的心也不会忘记你的。阿卡姑娘不喜欢会说话的小伙子。为什么？因为会唱歌的杜鹃是最无情的。我不是杜鹃，我是木仙坡，我说的都是真心话。玉娘，你还会再收留我吗？你已经是大明朝的穆国公了。我问你，是收还是不收？不收。你狠得下心吗？狠得下。玉娘天天都在跟阿卡的天神祈愿，木谷寨永远都不会再有收留你的那一天了。